想象一下，有这么一天，金融市场风雨飘摇，你赶紧去兑现自己黄金的投资，却发现账号里面所谓的黄金只是一串数字而已，并没有真正的金条掌握在手中。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危言耸听了，但是在当今的黄金市场上，这样的风险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如今流通的纸黄金数量远远超过全球现有的实体黄金。有研究估计，全球纸黄金包括黄金 ETF 期货合约的名义价值高达200到300万亿美元，而全球所有实体黄金的价值仅为11万亿美元。换句话说，每一份真实存在的黄金，市场上可能对应着20份甚至30份甚至更多的纸面凭证。如此巨大的落差，就像一颗埋在市场里面的定时炸弹，一旦市场信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实物黄金对比纸黄金，这个争议正是当下全球金融领域的热点。在全球去杠杆、去风险的浪潮下，这个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本期视频我们就深入剖析为什么要警惕纸黄金，它背后隐藏着怎样惊人的高杠杆的泡沫和风险的结构，以及持有纸黄金的法律和资产控制权方面有哪些隐患。同时我们也会看看各国央行在悄悄做什么，比如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近年来陆续将存放在美国本土的黄金运回来，主权国家这种做实事的举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我们还会讨论到实物黄金有哪些独特的战略价值，以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合法稳健地配置实物黄金，避免踩入相关的金融陷阱。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无论你是经验丰富的黄金白银交易员，还是刚入门的投资小白，这期内容都将帮你认清黄金投资背后一个不为人知的一面。接下来我们就从纸黄金的高杠杆风险开始讲起。首先我们来看看纸黄金背后惊人的杠杆比例，为何市场上会出现如此天量的纸黄金呢？其实这和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原理类似。黄金交易市场存在着大量不足额准备的合约和凭证。以伦敦市场为例，每天大约有5500吨黄金在账面上被买卖，但伦敦实际可供交易商调配的金库存量却只有区区的300吨。换句话说，大部分的交易黄金都是虚拟的，并没有对应的实物在背后。一些权威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印度央行曾经披露，场外和期货市场上的黄金交易规模大约是底层实物市场的92倍。也有人估计，在期货交易所这些市场上，纸黄金与实体黄金的比例可能高达100:1。当今所谓的金价，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样的一个高达10倍杠杆的市场所决定的。这样的高杠杆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如果有太多人同时要求将纸黄金转化成实物黄金，整个体系将难以为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兑付风险。想象银行挤兑时储户争相提现的景象，在黄金市场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家都涌向纸黄金的发行方，要求兑现黄金，发行方和交易所根本不可能拿出来足够的金属，只能违约或者用现金了事。分析人士就指出，如果过多合约持有人同时要求实物交割，交易所将不堪重负，被迫以现金结算，因为没有足够的实体金属可以提供。而一旦发展到那种地步，纸黄金的市场诚信将荡然无存，投资者也将发现手里的合约不过只是一纸空文而已。这种风险并非危言耸听，历史上就已经有过前兆。2020年3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黄金需求激增，
当时实物黄金的价格相对于纸黄金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溢价，许多黄金零售商出售的金币和金条价格比国际金价高出大约 10% 到 15%。 原因在于纸黄金价格暴跌时，大家疯狂购买实物，导致实物短缺，价格水涨船高。更严重的是，纽约黄金期货市场当时一度接近无法按合约交割出足够的黄金。由于疫情影响运输受阻，纽约市场库存的标准金条告急，最后也只能破例用伦敦库存的大金条来履行交割。这个插曲充分暴露了纸黄金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的脆弱，一旦实物供应链跟不上，纸面价格再低也换不出真金白银。可见纸黄金背后的高杠杆和脆弱性，使得它在市场平静的时候看似运作正常，但一旦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连锁的反应。对于持有这类合约的投资者来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关头，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一场皇帝新衣式的尴尬的局面。当大家都来兑现的时候，才发现黄金早已被超额预定了几十遍。再来说说持有纸黄金在法律和资产控制权方面的问题。许多投资者购买黄金 ETF， 例如 GLD 或者黄金凭证的时候，可能以为自己拥有了黄金，但实际上你持有的只是一个金融合约或者账户余额，并不等同于掌握实物黄金。简单来说，你并没有拿到黄金本身，只是拿到了一个承诺而已。这种情况下，你对资产的掌控权很大程度取决于第三方机构是否履约，以及外部环境是否稳定。一旦发生极端情况，这种第三方风险就会凸显出来。举个例子来说，委内瑞拉央行曾将大约31吨的国家黄金储备放在英格兰银行，但在政治局势紧张的时候，英国方面直接冻结了价值大约 15.6 亿美元的委内瑞拉黄金资产。也就是说，即使那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的，在地缘冲突和制裁面前，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拿不回来。而那些存放在海外托管的黄金，关键时刻可能就变成了一串被封存的数字而已。相较之下，有些国家则吸取了经验教训。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将本国的黄金储备储存在国内的金库。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冻结了俄罗斯大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外汇资产，但俄罗斯大约2300吨黄金储备由于储放在境内未受到影响。这说明当外部金融体系不可靠的时候，手握实体黄金就等于握有了主动权，免受他人掣肘。对于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也是类似的道理。如果你的黄金账号只是存放在某银行或者券商账号里面，那么遭遇极端情况下，你可能无法自主支配它。2013年，荷兰老牌银行 ABN AMRO 突然通知客户将不再提供实物黄金提取，客户账户中的黄金只能以现金结算。那些以为在银行金库里存有黄金的客户，最终却只能拿回等值的现金。在银行规则改变的那一刻，他们才发现自己并不真实拥有黄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部分的纸黄金产品都没有赋予持有人直接占有特定金条的权利。例如，伦敦黄金市场上，据统计，大约 95% 的交易都是不分配 unallocated 这样的形式。这意味着你的黄金只是账面上的记载，并没有对应到特定编号的金条上。法律上来说，这种不分配账户中，你实际上是把黄金借给了银行。一旦该机构破产，你只能和其他债权人一起排队清偿，而无法要求取回特定的黄金。因此，持有纸黄金的时候，你面临着契约对手违约，
监管干预、资产冻结等各类风险。而这一切的风险，持有实体黄金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总而言之，纸黄金说到底只是别人对你的一种欠条，不是你直接持有的财富。一旦外部局势有变，这张欠条随时可能被冻结、打折，甚至变得一文不值。而只有你手上亲自握有金条和金币，这才真正属于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不受第三方干预的保障你的财产安全。各国央行的实际举措更加说明了问题。过去这些年，许多国家开始把存放在海外的黄金运回本国，以防范风险。最典型的要数德国和意大利，他们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2、第3大官方黄金储备国，而且历史上相当一部分的黄金储备是存放在美国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金库当中。近年来，这两国国内不断出现要求把黄金运回家的呼声。据统计，德国和意大利正面临将总计大约2450亿美元的黄金从美国运回的压力。德国在2013到2017年已经从纽约联储和巴黎运回了大量黄金，如今大约仅有1/3，约1200吨还留存在纽约。而意大利的大约43%的黄金储备存放在纽约联储的金库。不少意大利的评论人士警告称，在当前形势下，把将近一半的国宝置于美国掌控下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主权国家对于国际黄金代管体系的不信任已经昭然若揭。不仅是德国、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其他国家也在采取类似的行动。荷兰早在2014年就低调地从纽约运回了100余吨黄金，奥地利也将相当比例的存储从伦敦运回了国内，波兰和匈牙利近年则大举购入黄金并运回本国的金库，土耳其也曾在金融动荡的时期紧急从美联储运回黄金。这些举动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各国央行正在用脚投票，更信任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金块，而非存放在他国的账面数字。更明显的是，各国央行近年来纷纷增持黄金实货，购金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2022年，全球央行净买入黄金1136吨，是1950年以来年度最高的纪录。此后2023年、2024年，官方部门又分别增加了1037吨和1044吨的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高通胀预期是推动央行购金的主要原因。换而言之，各国央行看中了黄金在危机时期的表现和长期保值的功能，纷纷把储备资产向黄金倾斜。当连央行都在实物为王的时候，这释放出来的信号不言而喻。国家层面都对纸黄金、对他国信用心存疑虑，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呢？如果说黄金是金融体系的最后锚，那么各国的这些动作表明，他们正在悄悄地为未来的可能风暴固定锚链。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从中得到的启示也是显而易见的。聊了这么多风险，再来看一下为什么实物黄金被视为战略资产。首先，实物黄金不依赖于任何第三方机构，完全可以由你自行保管。这意味着无论银行是否营业，金融体系是否稳定，你手中的黄金依然是你的财富，不会凭空蒸发掉。黄金作为一种高度浓缩的财富载体，携带和储存都很方便。一枚金币价值数千元，却能放进口袋走遍天下，这使得黄金成为跨国避险的理想资产。在战乱或者动荡的时期，你可以带着黄金转展来到他国，它不会像银行账户那样会被资本管制冻结。试想一下，如果真的遇到资本管制、外汇冻结的情况，纸面资产
可能瞬间为零，但藏在保险箱或者地下的金条却能够依然闪闪发光，保持着全球通用的价值。其次，黄金在历史上一再扮演终极锚定的角色。每当货币体系重建或者金融大重置的时候，黄金往往是重建信用的基石。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明确规定各国货币挂钩美元，美元则固定兑换黄金，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黄金当时就是全球的货币体系的锚，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印出了远超黄金储备的美元，已经无法再按照3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兑换所有流通中的美元。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这就是著名的尼克松冲击。实际上就等于承认美元对黄金的承诺无法履行，纸币体系不得不重塑。这一历史事件再次证明，当纸币发行失控的时候，最终还是要回到黄金上来寻求平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1992年末，德国马克币值崩溃，最后靠引入黄金为锚，这样的新货币才恢复了经济秩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纷纷增持黄金作为对抗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可以说，黄金是人类几千年金融史屹立不倒的价值锚。不管是科技如何发展，金融产品如何翻新，一枚实实在在的金币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被承认为财富。这种跨越时空的信任是纸币和电子数字无法比拟的。因此，拥有一定比例的实物黄金则被视为家庭和国家债务的压舱石，这样是一个明智之举。它不但能够在平时对冲通胀、分散投资风险，更能在极端情况下充当财产的保险。当其他投资都陷入风险的时候，黄金往往会成为保命的资产，这就是实物黄金战略价值所在。危机时刻，它能最后保全财富的底牌。最后，我们聊聊如何合法、合规、稳健地配置实物黄金，避免掉入金融陷阱。首先，合规原则是最基本的底线，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和持有黄金，例如信誉良好的银行、贵金属交易所或者正规的金店。切勿为了逃避税费或者管制而选择地下渠道或者走私黄金，这不仅违法，而且容易买到来路不明的伪劣的精品，得不偿失。了解并遵守您所在国家关于黄金买卖、运输、申报的法律法规，例如大额买卖是否需要备案，跨境携带黄金的限额是多少等等。在法律框架内投资，才能够真正安心持有黄金。在稳健配置方面，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一下。第一，合理的比例。黄金作为避险资产，一般建议占投资组合 5% 到 15% 即可，过犹不及。这样既能起到风险分散的作用，又不会因为压注过重而影响整体的流动性。第二，选择可靠的实体形式，优先考虑国际公认的投资金条或者金币，例如中国的熊猫金币、美国鹰洋、加拿大枫叶等等。这些产品成色足，市场认可程度高，日后变现也相对容易。购买的时候要注意检查成色和权威检验证书，必要时可以请专业的机构鉴定真伪，确保买到的是真金而非镀金假货。不要被一些所谓的纪念金币、限量工艺金饰这样的噱头迷惑，这类产品通常溢价高，不易出手，不适合作为投资。第三，妥善保管。买到黄金之后，要认真考虑储存的安全。如果数量不大，可以选择自家保险箱妥善保管，记得分散存放，并做好防火防盗的措施。如果持有较多，可以考虑银行保险箱或者专业的金库托管服务，这些机构通常安全措施完备，
但也要选择信誉好的服务商，并了解托管的合同细则，例如保险的范围、提取的限制等等。更重要的是，无论采取哪种存放方式，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知道自己的黄金存在哪里，如何取用，并将相关的单据、票据保存好。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为贵金属购买保险，以防万一发生盗窃、火灾等意外的损失。最后要警惕各种金融陷阱，比如有些不良的商家会借以纸黄金的名义搞骗局，承诺高额回报，引诱你参与所谓黄金投资计划，其本质却是拿着你的钱去庞氏融资或者高风险的投机。一旦承诺的收益远高于正常的水平，就要提高警惕了。黄金本身不会产生利息，稳健持有黄金的回报更多体现是在长期的保值上，而非短期的利息。因此，凡是宣称保本高收益的黄金理财产品，都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外，不要利用杠杆去炒作实物黄金，有人可能会借贷甚至抵押房产，大量买入黄金，指望黄金价格暴涨带来的暴利，但这样无异于违背了配置黄金求稳的初衷，把避险工具变成了一个投机的筹码，一旦行情波动，反而可能遭受财务的困境。稳健投资关键在于量力而行，理性谨慎，切忌盲目跟风和贪心。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对实物黄金和纸黄金的区别，以及如何正确配置黄金资产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希望这些分享能够帮助你在未来的投资决策中避开风险，稳步增值。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你的支持是对我继续创作的最大的动力。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问题，我会尽力的解答。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